我的老板是个高冷御姐，我给他开车，没想到后来把车开到床上去了。正文开始，亲戚家表叔告诉我，他老婆生3胎了，他想请1个月的陪产假，又怕工作被顶替，叫我去给他代班。这么稀罕，我还以为是啥神仙工作，没想到就是给老板当司机。表叔看我一脸不屑，笑了，工资9000，比跑网约车和送外卖轻松多了。你大学刚毕业，上哪找这么好的工作？而且你现在不是急着赚钱吗？那倒是，我想买一套便携的录歌设备，要1万多块钱，替他1个月能拿到9000，再加上晚上在酒吧驻唱的5000，凑一凑就差不多了。况且老板是个大美女，单身。我呵呵笑，30多了还单身，能有多美？第二天，我站在那辆劳斯莱斯的旁边，看着款款走过来的女人，把惊掉下来的下巴手动扶了回去。不怪我没出息，我身边都是些18、19的青春女同学，没有接触过这种成熟高冷的御姐型，而且长得还那么漂亮。我心跳有点乱了。她走到我面前，客气地点点头：“你是叶晨吧？麻烦你了。”说着把车钥匙递给我。表叔告诉过我，老板名叫柳如烟，是和其资本的 CFO。季伯憨说你驾驶技术不错，执意推荐你。他坐在后座，手中握着咖啡，浏览今天的日程安排。季伯憨就是我表叔，昨天和我说，因为他极力争取，公司才同意我来试工1天，老板满意的话就可以留下来。当时我就笑了，还要试工？当我西直门车神的名号是开玩笑的，但是此刻我在心中暗骂老季没告诉我是啥车。摸着这辆价值上千万的豪车，我心抖腿也抖，然后追尾了。急促的刹车后，砰一声，前面的大哥下来开口就是国粹，我连连道歉。不过大哥在看清车标后，态度就好了很多。叶晨，柳如烟叫住我们全责，拍好照片，留个手机号，一会儿再处理。我快迟到了，我处理好回到车上，回头就看见他那件漂亮的真丝衬衫上染着大片的咖啡渍，车地板上也是一滩咖啡。我嘴角抽搐，对不起。他只看了我一眼，脱衣服，声音平静，毫无波澜。我猛地抬头，一脸震惊盯着他。第一次见面，这样真的好吗？他表情有些无语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今天的会议很重要，总不可能这样出席吧？把你的白衬衫脱下来给我。我才明白他的意思，同时为自己不干净的思想脸红，连忙脱下衬衫给他。还好老季提醒了我一定要穿着正式点，所以我穿了件衬衫，把衣服递给他后，车内的隔板升起，他在后面换衣服，声音很轻，我的眼神无处安放，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了。等到他换好衣服，我再次启动车，为了挽回刚才被践踏的车神脸面，我深吸口气稳定住心神，然后猛踩油门，一路飞驰，变道超车，提速，扬长而去。不得不说，豪车的性能就是好，马力超级足，提前10分钟就把他送到了目的地。这回还不心服口服。他下车后长长松了口气，然后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，我感觉这个表情似乎不太对啊。他开口了：“叶晨，一会儿帮我去趟爱马仕，买件一样的衣服回来。”说着，目光掠过我身上的打底短袖，给你自己也买一套衣服。他递给我一张黑卡，没有密码，我接过信用卡，狐疑往自己身上瞧，这一看差点心梗。好家伙，腋下破大洞！我站在爱马仕门口思考了10分钟，是穿着这件腋下破洞的衣服进去，还是脱下来光着进去？前者顶多被鄙视，后者可能要蹲局子，还是穿着吧。刚进门就有个美女销售迎上来：“是叶晨先生吗？您好，刘姐和我说过了，您和我来贵宾室吧。”即使我穿着怪异，她的笑容却没有丁点迟疑。不愧是顶级奢侈品的销售，就算被新人自托也见怪不怪了。刘姐那件没有货了，您选些别的吧。她拉过来一排衣架，我有点为难，为她选衣服，我好像没资格吧。随手翻了翻，在其中看见一件浅绿色的连衣裙，脑中忽然浮现出柳如烟的身影，就觉得她穿这件一定很好看。她很有眼力见，已经取下来让人去包装了，然后拉来一排男装，把我也从头到尾包装了一遍。看着镜子里全新的我，不禁感叹：真尼玛帅，这才是真的我。我满意极了，大手一挥结账，他微笑，一共72000元。我掏自己卡的手抖了抖，然后老实塞了回去，拿出柳如烟那张黑卡。他把东西交给我，刘姐之前订的包也到了，你一起拿走吧。买完东西，他送我出来，依旧是挑不出错的标准笑容，可我总觉得说不出哪里怪怪的。回到车上，我突然一拍大腿，靠，那是看小白脸的眼神啊！开车回了大厦，等到下班时间，见到柳如烟从大楼走出来，她看起来心情不错，估计今天的会议很成功。我连忙拎着衣服过去，刘总，您那件衣服没有货了，这是销售推荐的，我怕他介意，所以这样说。他点点头，接过衣服，谢谢。那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去把衣服换下来还给你。站在车旁等了会儿，就看见一个浅绿色的身影朝我缓缓走来，我的目光瞬间被牢牢吸引过去，像是一阵夏风忽然穿堂而过，吹得我的心砰砰直跳。果然，他穿真的很好看。回家的路上相对沉默，他在看合同，我在后视镜里看他。刘总，我买衣服的钱会还给您的，不用了，算是对使用你衣服的报酬。他没有抬眼，他的回答让我忽然不知该说什么。对了，那个包我带回来了。他嗯了声，没有接话，甚至没有看一眼。你不看看吗？这反应也太平淡了吧。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合同书，淡淡开口，有时候购买并不是因为喜欢，只是因为他们有用。他抬眼看了我一眼，就像今天上午，这辆车能够让我们避免冗长的纠纷，节省我许多的时间。他说的是早上追尾时，前车那位大哥看清车标后就配合了许多。这么说倒也没错，有些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你是否喜欢，而是
在某些场合你需要他们，甚至他们会帮助到你。提到今早的事故，让我觉得有点丢人，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把他送到家时，他在电话会议中，我便将车钥匙留在车内，和他示意后悄悄离开了。走在沿河的路边，风有点凉，穿上他还给我的衬衣，若有似无的清淡香气裹在周围，是他身上的味道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我的耳朵没来由的红了，紧接着心里却生出些懊悔来。今天闹了这么一出，工作肯定是泡汤了，他绝对不会同意继续用我的。不禁叹了口气，手插进兜里，突然摸到一个东西，我拿出来一看，卧槽，黑卡忘记还给他了。你吃不吃泡面？室友见我在床上躺尸，晚饭也没吃，只会抱着张银行卡发愣，于是踢了踢我懒得理他，心中琢磨着怎么把这张卡还给他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接起来，电话那头的女生有些甜美，叶晨先生您好，我们公司决定雇佣您，请您明早7点准时在刘总的楼下等他哦。室友说他一直记得那晚，原本只剩半格血，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我，突然像是受到了某种不可说的神秘召唤，猛地一个鲤鱼打挺，原地满血复活，抱着手机笑了一整晚，状若癫狂。呵呵，他知道个屁，他个没桃花的万年单身狗。第二天早上7点，我精神抖擞出现在那辆劳斯莱斯旁边，柳如烟笑了笑，把钥匙交给我。昨晚你走后，我才发现你把钥匙留下了，拿着吧，不用还给我。指尖无意划过我掌心，带来一阵酥麻，我握住车钥匙，连同悸动一并紧握。对了，你的银行卡，你拿着吧，有时会需要你帮我买东西。他坐进了车里，照例浏览着会议安排，听会儿广播吧。我应了声，按下播放键，可音箱里传出来的却不是广播的声音，旋律那么熟悉，第一句出来我就知道，那特么是我写的歌，要命，我忘记了。昨天等待他下班无聊之时，我把存在手机里写了一半的歌连到车上听来着，所以界面就留在了这上。今天一按播放，直接就把我的歌给播出来了。我已经脚趾抠地，感觉比昨天还要更社死，连忙要去关，挺好听的。他的声音从后面飘来，开着吧。我的手抖了抖，让他听我写的歌，简直比昨天喊我脱衣服还让人窒息。我只能安慰自己，还好只有旋律，没有演唱，听不出来是我的歌。我从后视镜里小心地观察他，但他神态正常，竟然好像真的在欣赏。我犹豫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问，你真的觉得好听？他没有抬头，只能看到嘴角微微弯起。我喜欢民谣，他居然可以听出这首是民谣，哪怕完成度只有一半。我的心弦不自觉被波动了一下，忽然有种得到认同的愉悦，心中的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。第一次得到他的肯定后，我开始越来越大胆，不时拿出新写的旋律播放给他听，然后满怀期待他偶尔一两句的评价，就像是一个等待奖励的小孩，因为他总是会赞许这位创作者很有才华。我惊讶他总能听出我用了心思的地方，也总能挑出我最满意的部分。我发现他对于音乐的了解竟然一点都不比我少。我可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，但他只是说小时候学过小提琴，而我也开始越来越期待每天路上与他短暂的交流，仿佛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牡丹的我却体会到了初恋的感觉，我的灵感喷薄而出。为了能与他有更多的话题，我几乎每晚都在写新歌，然后满心欢喜地等待第二天放给他听。虽然他一直不知道创作者是谁，但每一句评价都真实地牵动着我的情绪。我会为他的一句话开心到失眠，也会因为他一句话茶饭不思。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他，却又不敢轻易打扰他。把他的朋友圈翻了一遍又一遍，都快盘出包浆了。最糟糕的就是周五晚上，想到周末2天不能见到他，就像丢了魂，在屋子里长吁短叹。室友都恨不得把我这个浑身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腐味的家伙扔出去，而每天早上我又满血复活，神采飞扬地奔向我的缪斯。这天把他送到公司后，他告诉我今晚有个饭局，会比较晚，我等你。我脱口而出，说完耳朵又没来由的红了，该死，还好他没看见。他开门的手略微顿了下，然后嗯了一声就走了。等我把新的谱子写完，揉了揉酸疼的脖颈，才发觉已经10点了。他的饭局还没有结束吗？把设备放回后备箱，我收到了微信，叶晨到门口来接我。我连忙开车出去，刚停在门口，就看见他从里面走出来，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男人，身形挺拔，样貌出众，穿着有品，一看就是现在女孩子最喜欢的高端精英男类型。我认出来了，他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，和气资本的总裁方圆。柳如烟好像喝了酒，虽然看起来和平常一样，但脚步略有些不稳。下台阶的时候，他的身形晃了一下，我连忙冲上去，却被一只手横在了面前。方圆比我更快地扶住了他，同时回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。我送你回去。他对他说，不用，有叶晨送我就可以了，不早了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。他就是你的新司机。他又看向我，皱了皱眉，你今晚喝了酒，我不放心，坐我车回去，我还有事和你说。说完他瞥了我一眼，你把他的车开回去。他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敌意。柳如烟看不出来，可我和他心知肚明，其实他们的事我有听过。方圆和他是校友，高他2届。3年前他回国出任何其的 CFO， 成为了方圆的手下。公司里有传言说方圆追了他很久，好像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，只是碍于工作原因没有公开。我并不知道这个传言的真实性，也无从求证。可是现在目送他们离开，竟连背影都那么般配。开车回去的路上，我从没觉得这个世界这么沉默。我忍不住想，是不是他真的也喜欢方圆那种类型，多金帅气有地位，财经杂志上的常客，普通人不敢高攀的人生赢家，没有女人会不喜欢吧。叹了口气，想放首歌打破沉默，可刚播了2句我就伸手关掉了。
她不在，好像连旋律都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。是啊，像她这么优秀的女性，确实应该与更优秀的男性相配。我好像真的有点不自量力了。第二天去接她，我没有询问昨晚的事，她也没有说什么，我们好像还和从前一样，却又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还是会创作歌曲给她听，也依然期待她的回应。只是除此之外，我发现没有能够再和她谈论的事情，也没有能引起她更多兴趣的地方。她所在的是和我不同的世界。就这样客气而又沉默的继续给她当了半个月的司机。我的合约到期了，明天表叔就要回来接替这个工作，我没有任何身份可以再留在她身边了。最后一晚把她送到家，她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，我故作轻松笑了笑，说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明天就可以上班。她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最后点点头，祝我前程似锦。我心里却难受得厉害。初次见面的场景还在眼前，那时的我没想过自己会沦陷得如此彻底，却又输得无声无息。我的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你吃不吃泡面？室友见我又在床上躺尸，萎靡情况比上次更严重，于是踢了踢我，身体又被掏空了。你这是什么工作？前半个月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后半个月天天被吸干了精血似的。我把枕头扔过去，滚！手机响了声，是酒吧老板老谢发来的消息，催我今晚去上班。这个月给他当司机下班晚，就只有周末去酒吧驻场。现在司机的工作结束了，老谢催我赶紧回去。好吧，玫瑰没了，面包不能丢。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老谢在旁边看得龇牙咧嘴，刚唱完一首，他就给我扯到旁边骂骂咧咧：“你唱的什么玩意儿？你再给我整这些伤春悲秋的，我削你信不信？今天是周六晚上 ，Happy Night， 懂不懂？”他口水都快喷我脸上了。我目光呆滞地飘向门口，看见进来几个打扮时尚的都市美女，有说有笑往里走。我忽然就愣住了，中间那个女人是柳如烟，我正好在暗处，她没有看见我，被领着直接上了2楼。我听见她熟悉的声音飘过来：“来喝酒吗？”另一个女人笑了：“是也不是，一会你就知道了。”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。这家酒吧挺出名的，不是因为1楼的酒吧，而是因为2楼的娱乐场，主打8块腹肌的男执事，陪着喝酒玩游戏，什么桌游、狼人杀、剧本杀，客人想玩啥就玩啥，不少富婆都喜欢来这里消费。虽说是正经地方，可是一群男男女女喝了酒嘻嘻哈哈，鬼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一想到那群男人包围着柳如烟，我脑袋嗡的一下就要往上冲。老谢一把拉住我：“你干啥去？我不唱了，我要去楼上。”他上下打量我，终于想通了，不想努力了。我早就说你这大长腿高颜值就该去楼上上班，你等着，我让小七带你上去。我等不及了，我撒开他就往楼上跑，刚上2楼就撞上小七。我急匆匆问他，刚才进来那几个女人去哪间了？你来的正好，那边还缺一个人。他把我带到门口，吩咐另外几个男执事多照顾着我点，然后就领着我们进去了。我的目光急急扫了一圈，看见坐在角落的柳如烟正和那几个朋友说话，看见我们进来，他们的目光都投了过来。那一刻我突然慌了，刚才只顾着急，啥也没想就冲了进来，现在看见他安静坐在那，我突然就意识到自己要完犊子。好了，这下真的是进退两难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小七让我们做自我介绍，哪位姐姐看上了就留下来。轮到我时，我只觉得整块头皮都麻了，甚至连柳如烟的方向都不敢看，更不知道她会是怎样的表情。小七连忙介绍，这是今天新来的，还有些害羞，姐姐们不要介意哈。有人笑起来说，这么可爱啊，那来姐姐这里坐吧。我抬头看了她一眼，脚步都没敢动。小七疯狂给我使眼色，快去啊！我觉得我想死，艰难的朝那边挪了几步，突然听到柳如烟冰冷的声音，等等。我身体一僵，不自觉就望了过去，只见她盯着我，一字一句说到我这来。空气沉默了2秒，小七刚要打圆场，几个女人突然哈哈笑起来。可以啊，如烟，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，我们还怕你知道了要生气走人呢。刚才叫我的女人也催我，快过去陪她。柳如烟只是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虽然她性格高冷，但涵养却非常好，我从没见过她对谁随便发脾气或甩脸色。可是现在她的眼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离下地狱不远了。我几乎用尽了这辈子的勇气，才敢在她身边坐下。几位男执事开始招呼大家玩起狼人杀。几把游戏过后，他们喝酒唱歌玩闹，气氛越来越热烈。我和柳如烟坐在沙发角落，他们只顾着唱歌，没有注意我们。这就是你找的工作？他背靠着沙发，面色不明。不是，我连忙解释，我是来唱歌的。这时那边猛地一个高音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他瞥了一眼，淡淡说，确实是来唱歌的。靠，怎么越描越黑了？不是，我真的。这时有个女人站起来嘟囔，如烟从开始就不怎么参与，不行，要罚酒。他推脱不掉，只得拿起面前的酒，刚要喝，我抢了过来，对他们笑笑，我替姐姐喝。在众人哦哦声中，我一饮而尽，感受到他有些讶异的目光，我也侧头看向他。我是第一次这么大胆的直视他，一定是刚才那杯酒上头了。我放回杯子，手随意搭下，不小心碰到了他放在沙发上的手，我的心一下猛跳起来，所有感官瞬间都集中在和他贴着的小指上，应该要把手移开的，可是我迟迟没动。令我不解的是，他也没动。这时有人喊起来，喂，过分了，你们眼神都拉丝了。众人的起哄令我猛然惊醒，慌乱的移开了目光，将手放回腿上。这时他手机亮了，我瞥见方圆连着发来了好几条信息，我的情绪忽然翻滚，极度夹杂着失落。要叫你男朋友来吗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这句话的试探意味太明显，哥平常我绝对不敢这么问。他看着我，皱了皱眉头，表情无语的好像在说，你跟哥们来这种地方鬼混会叫女朋友？我嘴角抽了抽，是我草率了。可是他开口说的话却是，我没有男朋友。我猛地看向他，
公司里的传闻我听过，荒谬的我都不屑于反驳。方圆是我的师兄和上司，只要我再和其一天，就不可能和他发展其他关系。我混沌的脑子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，他没有男朋友，方圆不是他男朋友。我的脑中瞬间绽开了无数烟花，那种感觉就是兄弟们，我活了，万物复苏了，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胸膛了，我激动得手都有点抖。那几个女人见我们一直在说话，不乐意了，兑了2瓶酒到我们面前，嚷嚷着要我们喝酒。我哪里舍得让他喝酒，挺身而出替他把所有酒都挡了下来。太神奇了，刚才还像失恋一样又苦又涩的酒，现在居然全都是甜的。我正晕乎的时候，他突然站起来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我有些奇怪，刚才他的手机明明没亮啊，我不放心，借口去方便也跟了出去。他倚在门边，看见我出来就说在这等我，然后进去说了几句话就拎包出来了。我跟他们说公司有事找我，要先走了。走出2步后，他回头看着站在原地发愣的我，挑了挑眉，还不走，还想被灌酒。坐在他车上等代驾的时候，我闭眼装死，心中却无比庆幸今天是周6，他的司机也就是我表叔不上班。因为我听到他问你住哪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我紧闭双眼，疯狂给自己打气，不能说啊，叶晨，你可以的，抗住，死都不能说。这么问了几遍后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对代驾说去四海公馆吧。四海公馆，我不要太熟悉这个名字，天天接送他的地方。我咬着牙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，忽然鼻尖闻到一阵浅浅的香味，我心神一荡，把眼睛睁开条缝，就看见他趴过来要替我系上安全带，身体离我越来越近，直到他精致的侧脸离我只有1掌距离。我几乎能听到他微弱的呼吸声，飘然滑落的发丝顺着我的脸颊落在我的脖颈上，疯狂鼓动着我的神经。我的后背彻底僵住，脑袋嗡的一下，差点控制不住去抱他。我掐着大腿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煎熬了一路，终于到了来他家。这是第一次就要过夜，我出息了。我有点激动，在床上翻腾了大半夜，最后实在困极了才睡过去。第2天听见外面有动静，出来就看见柳如烟在厨房里忙碌。她注意到我，早餐就快好了，等会儿吧。然后把厨房门拉上了，我居然可以吃到她煮的早餐。昨晚就算喝到胃出血也特么值了。我正想着要进去帮忙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如烟，你在吗？我一愣，这是方圆的声音。我去，这一大早要是被他看见我在他家，不得误会大了。我突然顿了一下，我看了眼柳如烟，厨房里声音太大，他没有听见。天助我也！我连忙冲进卫生间把上衣脱了，然后把水洒在身上头上，抓起条毛巾，一边擦着身子一边去开门，嘟囔着来了。站在门外的方圆看见开门的我和我这明显刚洗完澡的样子，瞳孔猛烈地震。我佯装惊讶，方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么早有事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柳如烟呢？他一把推开我就要往里走，我早知道他要这么干，一脚抵住门将他挡在了外面。如烟还没洗完呢，我听见门响就先出来了。我笑了笑，他气得眼睛冒火，滚开！你把他怎么了？这时柳如烟的声音传出来，叶晨，是门铃响了吗？我连忙回，哦对，没事，你忙吧。他又把门关上了，他可真是神来之笔。我憋笑快憋疯了，对着脸都绿了的方圆说，方总您也听见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情我愿的。对了，您要进来做货吗？他气得一把撒开我，怒冲冲走了。我关上门，差点没笑背过去，然后一转身看见柳如烟站在那里，她表情有些尴尬。你脱衣服干什么？我连忙拿毛巾擦身上的水，热，太热了，呵呵，一身汗，一阵凉风吹过，我连打了3个喷嚏。他表情更复杂了，去把衣服穿上。好嘞。吃早餐时他问我，你在那上班工资多少？我差点一口粥喷出来，咳了2声，老实回答5300。5300你就把自己的灵魂还有肉体出卖了？不是，我就是在酒吧驻唱的。昨天我是看见你，我连忙住了口，差点说漏嘴，也不知道他相信没。他沉默一会儿，忽然叹了口气，叶晨，你不应该浪费你的时间，我放你走，不是想看你去做这些事情。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眼里写满了失望。我突然像是挨了一闷棍，心情在瞬间落到谷底。青春并不是横冲直撞的借口，或许你应该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，又可以付出什么。他摇了摇头，不再看我，吃完早饭就回去吧。我脸上辣得很，觉得整个脑袋都在烧。他对我是失望透顶了吧？不务正业，为了蝇头小利在蝇营狗苟，浪费生命。或许他眼中的我就是这样吧。失魂落魄走了一路，回到家时我心已定，他说的没错。我打起精神，把自己收拾干净，开了直播。这几年我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歌，也积累了一批粉丝，被称为不出圈的小众歌手。我在鹅厂音乐上也有自己的专辑和歌手页面，有时也会在直播间里营业。快下播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名为 Mirror 的粉丝打赏的5300块，而要求是这个月每晚都要开播。每晚开播的话，我就没法去酒吧驻唱了。不过直播确实比酒吧更能积累粉丝，我想了想答应了。紧接着他私发来了一张图，那是一条刚刚发布的招募计划，鹅厂视频联合星宇娱乐举办的唱作歌手训练营开始报名了。这是鹅厂今年主推的综艺，养成系实力偶像必定会捧出一批耀眼的新星，而创作型歌手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类。我觉得眼前猛然一亮，心中不禁雀跃，同时惊讶于这似乎是内部消息，还未对外发布。我连忙问粉丝从哪得到的消息，他却已经下线了。灰色的头像只留下一句话，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。叶晨，不要浪费你的才华。我报名了创作训练营，很快进了综艺录制组里。凭借给柳如烟做司机那1个月，灵感喷薄之时的创作，我一路过关斩将，顺利闯到了全赛10强。这段时间除了录节目，其他时间我全部用来写歌。我在直播间里请了假，那些粉丝也特别支持，因为随着节目的播出，我迅速俘获了一大批粉丝，在网上的热度非常高，甚至有许多猜测的声音，认为我是夺冠的大热门。我的那些老粉喜极而泣，纷纷给我留言，说粉了3、4年的冷门歌手终于要红了。但是在成功来临之前，我不敢停下，不敢休息，我要拼命努力，抓住
住这一次的机会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追赶上柳如烟的步伐。我在心中做了决定，夺冠出道那天我要向她表白。当我终于能够站在她所处的高度，处于和她一样的世界，成为能够与之相配的男人，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她我的心意。比赛很快进入白热化阶段，彩排之时，我正和乐队磨合伴奏，突然现场起了小骚动。总导演陪着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往这边来，所到之处吸引了所有女生的目光。哇，好帅啊！他也是艺人吗？不是，他是和其资本的老板，咱们的金主爸爸。怪不得，我说怎么气质那么好。看见方圆，我不禁有些惊讶，他为什么出现在现场？金主爸爸？难道说这档节目是他们公司参与投资的？我愣神的功夫，总导演已经陪着他走了过来。这是叶晨，他在网上呼声很高，是热门选手。方圆似笑非笑看着我，是吗？这时制片突然拉总导演过去说是，只留下我们两个，你不会真觉得如烟能看上你吧？叶司机，他冷笑，还是你天真的以为自己真能出人头地，成为当红歌手？我耸了耸肩，柳如烟看不看得上我不知道，但我确定她一定看不上你。她脸色一暗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天的龌龊手段，她是同情你才收留你过夜的，别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，起码我过夜了。她还亲手为我煮了早餐，我专挑她痛处戳。果然这句话气得她不轻。她刚要发作，总导演赶了回来，方总、徐总监也到了，咱们现在过去吧。他把眼中的愤恨压下去，转头对总导演扯了扯嘴角，这档节目我们几方都寄予厚望，选出来的艺人必须德才兼备，如果有人道德感缺失，品行恶劣，将来爬得越高就会跌得越惨，而且失德艺人也会给我们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说完，他当着众人的面意味深长瞥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开，留下满棚的人神色各异的打量我。当天晚上，我被安排到了最差最偏的宿舍、练歌房和创编室，也得等所有选手用完后才轮到我。这样一来，我练歌以及创作的时间都被大大缩减了。竞争如此激烈的比赛中，不进则退，我不禁有些着急，想去找总导演谈谈，可却在导演室外听见里面的谈话声。徐总监，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他得罪了人？总导演，可是叶晨那小子很有才华，你自己去看看，公司里那帮渴望出人头地的小子，谁没有才华，谁没有能力，但才华有个屁用，资本才是王道。他夺冠的呼声很高，淘汰掉的话，我们节目怕是会被骂暗箱。你不要做的那么明显嘛，就让他进决赛，厮杀到了决赛的5强，谁比谁弱。他现在也没设备练歌，比不上很正常，止步第4，惜败，粉丝也说不了什么。总导演叹口气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可惜了。徐总监嗤笑了声，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，乐坛不缺这一个歌手，但我们不能缺和其这个投资方。总决赛是现场直播，根据观众投票来决定名次，没有额外的支持，我只能靠自己拼命。只要我能拿出足够震撼的作品，我不信不能冲破他们设置的阻碍。我想要柳如烟能够看到我，看到舞台上的我。总决赛那天，请来了当下娱乐圈最红的女神白宁冰坐镇现场，带动了无数粉丝疯狂涌入播放通道。根据之前的成绩，我是最后一个出场，前面4个人表演结束，现场的气氛已经被推到了高潮，压轴出场。好处是场子已经完全热了，坏处是一旦我没有接住场子，那就将彻底出局。我站在全黑的舞台上，闭眼深深呼吸，等待灯光全亮的那刻，我放弃了原本为总决赛准备的歌曲。那天听到导演和总监的对话后，我就做了决定，将想要对他们说的话在最终场上让所有人都听到。才华不会永远被淹没，我在这段词中直接挑明态度，被压榨被践踏，在底层挣扎，但生命力中的傲骨绝对不会弯折和屈服。主歌我改用了增4替代和弦，这个调子能让整首歌的氛围变得厚重有质感，制造情绪上的记忆点和共鸣。现场的乐队非常专业，给出的和声在和谐与不和谐中切换，细密的不断推动音乐的进行。节目组不会在这上面做手脚，影响了播出效果，出手的会是他们自己，所以我相信乐队会拿出最专业的现场。进副歌之前，弦乐大调铺底，用管乐带动冲破出来，紧接着一个定音鼓，把现场情绪催到最高潮时，副歌起，充分抓耳的 hook 勾人心弦。这一首抨击怒对资本之歌，唱中了每一个社畜的内心，唱的现场热血沸腾。在整个表演结束后，全场观众依然疯狂鼓掌呐喊。待舞台灯光再度亮起，白宁冰女神按捺不住激动，起身对着舞台大喊：叶晨，你是我的神！我笑了笑，喘着气平复自己的情绪。这时的我还不知道，我的这首歌让节目的播放量破了亿，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我的代表作《封神曲》，被2次元誉为燃魂战歌。虽然有点中二吧，但我还挺喜欢。评委激动地给出了最高赞赏。叶晨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唱出这么气势磅礴的一首歌，我感觉你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，只能战死，绝不回头。刚才我的中二之魂都被你唱哭了，现场全被他逗笑了。主持人一番寒暄互动，终于到了最后的公布票数环节。我虽然紧张却很坦然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所有。所以当最后主持人念出我名字的时候，当所有的掌声、鲜花礼炮都向我簇拥来的时候，我几乎无法言语。在所有人和我拥抱热烈祝贺我时，目光穿过人潮，我却恍惚看见了柳如烟的身影，只那么一晃而过，又被遮挡了视线。待我匆匆再看过去，却什么都没有了。是幻觉吗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我又被拉回现场。比赛结束后，我迫不及待离开会场，直接冲向柳如烟家，在偌大的小区里狂奔，气喘吁吁停在她楼前。我的心狂跳不止，却忽然看见前面路灯下面对面站立的2个人，晚灯下的影子那么温柔。他对她笑了笑，转身要走，却被她一把拉住，突然扯进怀里。我的心猛挨了一闷滚，蓦然转身，将自己藏进暗影中，背贴着墙壁，胸口像是被糊住，无法
法呼吸，手无力垂下，目光落在了那座奖杯上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原来我做的一切这么多余，我真的好多余喝。我闭了闭眼，将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，失魂落魄走出了小区。路边上停着一辆劳斯莱斯，司机突然降下车窗喊我大侄子，我差点骂街，他喵的，谁占我便宜？再一看，老师喊了声表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刚把刘总送回来。他走过来，这么晚，他去哪了？去现场看你节目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一愣，他真的去现场了？对啊，大侄子你可以啊，你红了得带着表叔，表叔给你开车也行吗？你走了。柳如烟没司机，他忽然叹了口气，刘总离职了。我一惊，什么时候？为什么？就今晚。从节目现场出来后，他在车上给方总打了电话，说辞职信已经发到他邮箱了，方总马上就跑来找他了。我刚看见他冲进小区，也就比你早个10分钟吧。我混沌的大脑突然闪过那天在酒吧他说过的话，他说只要他再和其1天，就不会和方圆发展其他关系。我苦笑，所以他是为了方圆才辞职的吗？季伯涵犹豫了一会，支支吾吾，其实表叔有件事没有告诉你，当初不是我推荐你去做刘总的司机，是刘总自己要求让我举荐你来的。我看着他的嘴开合，可说出来的字我一个都听不懂。等一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他主动要求，他怎么会知道我？是啊，我也奇怪啊，我就问他了，结果他说他是你的歌迷，3年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，我当时是一个字都不信，可今天看了你的表演，表叔信了。你别怪表叔哈，我当时也就是想在你面前邀个功。你不是说想买套音乐设备没钱吗？这多好一个送上门的工作。我被这个讯息炸的，只觉平地一惊雷，踢得我突然全明白了。我猛跳起来，撒丫子就往小区里跑。原来从来都不是我在追逐他，而是他在等待我。再回去时，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路灯下，我喘着气，一步一步走向他。方圆走了，我问他，顿时有些尴尬。你看见了？方圆知道我要离职，想要挽留，可是我知道他做了什么，我无法认同他的为人，也决定不再与他共事。他听后情绪有点激动，所以才抱了我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和我解释那么多，我哪里还有怨气，满心都被欢喜填满了。所以你去现场是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，你代表何其在，他们不敢乱来。他笑了，很温柔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柳如烟，我只是想让你一个人看到，我看到了。他看着我，3年前我就看到了，那时我刚回国加入何其，第一次参加外界活动，就是音乐学院新教学楼的建成。这栋楼是何其出资建造的，当时我代表公司去参加了庆祝活动，你是表演嘉宾，在台上唱了一首歌曲，他轻轻哼了出来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首歌的曲调，我很喜欢。所以后来我一直有关注你的新歌，我如梦初醒。他说的是我记得，我当时是校园10佳歌手的冠军，所以学校有活动时都会请我去表演。我记得那次的活动办得还挺隆重，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原来那时他就坐在下面，仰望着舞台上的我。Mirror 也是你对吧？他微笑点了点头。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，你想要帮我，大可以推荐我去星宇娱乐，他们一定会重视。为什么要绕那么大一圈，通过我表叔来让我做你的司机呢？他突然有点不好意思。娱乐公司里面的女孩子，年轻漂亮又可爱，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膛了。他竟然是在吃醋吗？我不想冒险，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竞争对手。他垂下眼，我比你大许多岁，其实我并没有把握你会喜欢我。我喜欢你，我脱口而出，却认真无比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叶晨，我的新公司明天就要启动，我还缺一个司机，每天接送我回家，而报酬是……他指了指他的家，这栋房子的居住权。他的声音有些不稳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够。然后在他讶异的目光中，低头吻住了他的唇，这样才行。全文完，宝宝们，进群每日有更新提醒哈，记得进群。